当地时间14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金额高达创纪录的8860亿美元。随后，该法案被送至总统拜登签署。毫无意外，这一法案依然包含多项涉华内容，比如采取措施对抗中国影响力，以及加强对台军事合作等。The yeas are 310, the nays are 118. 2/3 being in the affirmative, the rules are suspended. 美国众议院此次通过的涵盖8860亿美元支出的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比上一财年上涨3%，创下历史新高。此前一天，该法案已在美国参议院高票通过。目前，该法案已经送交白宫，待总统拜登签署后即可生效。拜登日前曾敦促美国国会尽快在年底前通过这份法案。据悉，这份法案长达3100多页，除了批准对美国军人进行幅度为5.2%的涨薪外，还包括采购军舰、直升机、潜艇、弹药和其他武器在内的装备等内容。与此同时，该法案还提到加强美英澳奥库斯联盟，邀请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印太盟友建立共同的所谓海域感知倡议。值得警惕的是，该法案涉及多项涉台内容，不仅敦促美国国会加速对台军售、交付鱼叉反舰导弹等武器装备外，还要与台当局建立所谓全面军事训练计划，协助台当局设立所谓不对称作战策略等。台防务部门15号一早就发布新闻稿，感谢美国国会，称该法案的通过展现了美对台所谓支持。对比美国上一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新法案涉及台湾议题的内容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所谓全面二字，也就是美国要所谓全面武装台湾军队，以增强台湾地区的所谓自我防卫能力。事实上，培训台军是美国一直在做的事。此次提出全面培训台军，再次引发岛内民众强烈反弹，痛批美方唯恐天下不乱。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强分析指出，制定该计划的目的就是将台军改造成美国以台制华、以台耗华、打代理人战争的军队，这是美国险恶用心之所在。为了利用台湾牌跟中国大陆进行抗衡，美国也在积极的通过武装台湾，比如说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对台军售啊等等等等各种措施，来提升台湾这个在美国全球战略，尤其是印太战略棋盘中的地位和作用，来发挥这种以台制华的这么一个作用。与此同时，这份新的国防授权法案还打起了网络安全的歪主意，首次呼吁与台湾地区进行网络安全合作，用来保护军事网络、基础设施和系统。对于美国此举，有分析指出，其目的无非是全面掌控台湾的网络，包括认知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企图以技术为抓手，以所谓安全合作为纽带，对台湾进行新的控制、压制。实际上，美国国会每年都会在所谓的国防授权法上做手脚，那么夹杂着在台湾问题上的这种私心私利。当然，今年他这样做的话，他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意图，就是给民进党当局撑腰。另一方面呢，的确给中美关系也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也有观察指出，该法案是在经过数月的冗长讨论后，民主党与共和党达成的一个折中版本。与上一财年的法案相比，虽然展示出比较明显的对抗性，但在所谓保卫台湾方面的新内容相对较少，并且依然避免明确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表明，相比于以往两党在对华强硬政策上存在共识，如今民主党人则开始同中国对话接触，可能会为美国国会的不同观点和政策开辟了更多空间。那我们看到的话，美方其实也意识到问题的危险性，也知道他们做这些举措的这种富有的挑衅性，所以他们也有一部分人也是很担心的，中美之间会不会因为台湾问题，尤其是岛内选举的这个进程或者是结果，导致两岸之间一些比如紧张事件或者是不测意外事件的爆发，甚至引发危机。除了美国新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涉华内容外，一些美国政客也不忘挑起事端，鼓噪所谓重塑美中经济关系。当地时间12号，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发布一份长达53页的最新政策建议报告，寻求从根本上改变美中之间的贸易、投资和商业交往模式。据悉，报告以3大支柱重点提供立法建议，
包括重塑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遏制美国资金和技术流入中国，投资技术以保持美国的领先地位，并与盟友共同建立集体经济韧性。在13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对此予以驳斥。这个委员会以攻击抹黑中国为己任，充满了偏见和敌意，可以说是毫无理性可言。他们的言论也充分暴露了美国国内一些人企图把中美之间的经贸和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我们对此坚决反对。香港南华早报称，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无权起草或修改美国法律，它的任务是向常设立法委员会提出建议。新加坡联合早报则认为，鉴于美国国会还有一长串其他优先事项，国会也不太可能采纳这些建议。也有分析指出，这份报告只是该委员会采取极端对华政策的大杂烩。虽然大部分建议最终立法的可能性较小，但很可能把美国整体对华不友好的氛围推向更坏的方向，使一些相关主张容易在美国政治圈里发酵，并最终在实际政策中产生某些效果。对于当前刚刚止跌企稳的中美关系来说，恐怕会带来负面影响。如何利用美国综合的实力，以及包括他自己盟友的合力，来对中国的崛起进行遏制、打压和封锁。但是中美两国只要是能够展现出来这合作的意愿，能够稳定住中美关系，那么相关我们看到了一些像这种国会议员抛出了这个议题也好，或者政策建议也好，恐怕很难落到实处。商务部15号发布公告，认定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构成贸易壁垒。国台办随后表示，支持相关主管部门结合对台贸易壁垒调查的最终调查结论，依据相关规定研究采取相应的措施。消息传到岛内之后，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若继续一意孤行，可能会波及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也就是 ECFA。实际上，自从大陆8月公布对台贸易壁垒调查初步结果，岛内工商界就一直担心 ECFA 早收清单后续恐遭波及，这对台湾经济将造成难以抵抗的冲击。商务部15号发布关于就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进行贸易壁垒调查最终结论的公告。根据调查结果和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第31条规定，商务部认定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存在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第3条所规定的情形，构成贸易壁垒。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称，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台湾地区应给予大陆与其他世贸成员平等的出口待遇和竞争机会。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也明确规定，双方应逐步减少或消除双方之间实质多数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调查显示，台湾地区对大陆相关产品长期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且禁止进口大陆产品范围近年来呈现扩大趋势。截至今年11月，共对大陆2509项产品禁止进口。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表示，本次调查事实清晰，证据确实充分，调查结论客观公正。民进党当局对大陆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不符合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关于推动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制度化及自由化的要求，损害了大陆相关产业和企业利益，同时也损害了台湾消费者利益。朱凤莲表示，我们支持相关主管部门结合对台贸易壁垒调查最终调查结论，依据相关规定研究采取相应的措施。商务部这个调查及其结论，就是证明这么多年来，台湾方面对大陆所设置的这种贸易壁垒是存在的，而且很严重。我个人感觉呢，就是说，做出这样一个调查，那么也证明大陆的一个态度，希望两岸的贸易是互利双赢的。那么，如果是单方面大陆受损，特别是台湾当局这么样的就是禁止大陆这么多的产品进入台湾，那确实是一种不公平的。那么，根据这个 WTO 的这种贸易规则，那显然需要对它的贸易壁垒进行一个调查，甚至进行一个处理。今年1至9月
两岸贸易额近2000亿美元，保持高位运行。但民进党当局不仅没有采取切实举措解除对大陆歧视性贸易限制，还不断变本加厉修改规则、设置障碍，恶意阻挠破坏两岸经济的正常交流合作，损害了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不过，民进党当局仍然继续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台湾行政机构经贸办15号竟然妄称大陆此举不符合事实，台湾绝不接受。台湾方面陆委会此前还宣称，大陆此举明显与台湾选举相关联。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当天表示，民进党当局面对两岸经贸议题没有真正的作为，往往用政治话语去回应大陆的质疑，而非用贸易专业去解决问题。他表示，如果国民党明年赢得2024选举，一定会用积极的态度面对所有的经贸问题，寻求合作与共赢。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李德维表示，过去8年，民进党对9·2共识视而不见，进行反陆去中动作，甚至走向台独，这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但反而让台湾人民也受苦。我想这种不公平的贸易，首先说它对大陆造成了伤害。如果继续这种设置这样严重的贸易壁垒，那当然就影响了两岸的贸易正常化。我相信会对岛内的这个企业以及民生会产生一定的不良的影响。实际上，岛内仍然担心埃克法早收清单遭波及，进而对台湾经济造成冲击。商务部在8月公布的对台贸易壁垒调查初步结果时，就曾提出将研究终止或部分终止埃克法下给予台湾产品的关税优惠。岛内学者估计，埃克法面临喊停窘境，对岛内 GDP 冲击将超过0.4个百分点。台湾经济日报称，埃克法于2010年上路，货贸早收清单则是自2011年初降税。10多年来，台湾早收清单商品每年出口到大陆金额约在180亿至250亿美元之间。去年大约为205亿美元，占台湾对大陆出口比例的17%。而在埃克法早收清单539项中，石化产业占了88项，纺织业占136项，机械业占107项，被认为首当其冲。埃克法的确对岛内的中小企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么如果说真正的下一步两岸的贸易问题那么波及到了埃克法，那么肯定会对岛内的中小企业他们的生存发展造成很严重的影响。当然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局面的发生。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徐巧芯认为，如果埃克法喊停，民进党将无法对受影响选民交代。但是如果民进党希望继续操纵两岸议题，如今也已经行不通。其实埃克法早收清单里面很多都是农渔民，很多都是农渔民。那他们过去一段时间也都已经透过埃克法早收清单有取得了很多的收益，本来是民进党现在的大票仓。对。那如果因为两岸关系处理的不当，所以导致埃克法现在没有了，那农渔民的反弹呢？民进党守得住吗？可他没有想清楚的是，当美中关系都变得比较和缓了，两岸人民也不希望打仗了，就是希望在经贸文化上有交流的时候，民进党还想要卖芒果干，这一招今年我认为没有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看台海官方账号曾发文表示，大陆基于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对台湾地区实行关税优惠政策，鼓励台资企业在大陆投资，不断扩大台湾岛内产品在大陆市场的销售范围。一系列惠台政策让台当局吃到了不少甜头，但他们却转过头来吃饭砸锅，阻挡两岸经贸交流，把大把的钱交给美国军火商，以换取美国的口头保护。这种恶性循环链条绝对不该再惯着了，两岸必须回归 WTO 框架下的公事公办。台湾民众有权利知道真相，有能力判断谁是真正为了台湾好，谁在把台湾往死路上带。看清两岸经贸关系的真相，看清民进党当局的真面目，才能对两岸的未来做出正确的选择。台湾资深媒体人王尚志也认为，大陆不会容忍民进党当局吃饭砸锅的做法，而埃克法后续被民进党操纵的空间也将非常有限。
就说 ECFA 现在一丢出来的时候呢，连带的民进党赖清德阵营就拿来当两岸牌来说三道四，或拿来攻击一番。但是随着接下来台湾现在选情当中，后面进入蓝绿大对决，或者无论如何第一名跟第二名的大对决的这个情形之下，往这个地方攻的时候，坦白说 ECFA 的产生了冲击，或拿 ECFA 当两岸牌来继续的说什么蓝绿大对决，这个部分效应会比较低。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商务部认定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构成贸易壁垒一事，您作何解读呢？其实商务部是在今年4月12号发布的第11号公告，决定就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进行贸易壁垒调查的。到了10月9号，再度发布案件延迟公告，将调查截止日期延长到了2024年1月12号。由于明年1月13号正好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投票日，因此当时的绿营媒体以及台独政客普遍从阴谋论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抹黑解读，说大陆选择在台湾2024选举前一天公布调查结果，目的就是为了影响岛内选民的投票意向，也就是引导选民将票投给国民党，不投给民进党。那么现在看来，大陆商务部提前公布了调查结果，这种阴谋论也就不攻自破了。那么这也就说明大陆对台湾的贸易壁垒调查实际上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走的，并没有受到岛内选举的影响。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自从30年前两岸启动经贸交往、开放大小三通以来，尤其是自从签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也就是俗称的 ECFA 以来，两岸经贸开放一直就处在了严重不对等的状态下。截止今年11月，台湾单方面共对大陆2509项产品禁止进口，这比该调查立案时的2455项还要多。那么这就不仅违反了两岸之间的 ECFA 协议，同时也违反了 WTO 规则。不过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大陆对此并没有过多的计较。这一个方面是因为大陆的经济体量要远远大过台湾，大陆并不计较向台湾同胞单方面让点利。另外一方面，这是因为岛内有一段时间是由认同9·2共识的马英九与国民党在执政的。那么现在大陆不仅早就启动了对台湾的贸易壁垒调查，而且得出了台湾对大陆存在贸易壁垒的结论。这个也就意味着，经过对拒不承认9·2共识、顽固坚持台独立场的蔡英文与民进党长达8年的听其言观其行，大陆已经决定不再忍受了，开始要求两岸经贸交往的对等化与正常化了。这个也就说明接下来两岸在经贸领域内的博弈的大幕已经正式拉开了。那商务部认定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构成贸易壁垒，接下来又会对岛内经济以及两岸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认为有因必有果。既然大陆已经认定台湾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构成贸易壁垒，那接下来必定就会有反制甚至是报复措施。而且大陆可能出台的反制措施包括这么几个层面：一是只针对台湾特殊的个别产品课征惩罚性的关税，比如今年7月，大陆公布台湾出口到大陆的聚酯纤维有反倾销行为，而开征的16%到22%的惩罚性关税等等。二是把 ECFA 协议中规定的所有早期收获清单商品都终止减税。第三，这是有可能完全终止 ECFA 协议，这也是所有惩罚措施中最为严厉的一种。我们知道，台湾是一个小型开放型的经济体，高度依赖对外贸易来带动经济增长，其出口总额占经济总量的比重高达65%，而在对外出口贸易当中，大陆的占比又是最高的，顺差也是最大的。去年台湾对大陆与香港出口总额高达1836亿美元，占总出口的38.3%，而且顺差高达1565亿美元。这个顺差假如被抹平了，台湾地区当年的对外贸易就将转为逆差，超过上千亿美元。因此2024选举对于台湾来说，不仅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同时也是繁荣与衰退的选择。
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了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美国国防部长为台湾军队建立全面性培训计划。那您对此又是如何看？说实在的，前些年呢，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包含相当多的雷凌条款，包括要求白宫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演，要求美国五角大楼派军舰停靠台湾地区的军港。要求全面提升美国与台当局之间的所谓官方交往层级等等，只不过这些条款落实之后的风险与代价太大，不仅蔡英文当局受不了这个补，就连中美关系也经受不了这个冲击，所以这些条款基本上都被前后两任总统特朗普与拜登锁进了抽屉里面。或许是因为接受了前些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多数涉台法条款最后都做了无用功的教训。这一次，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不再放空炮了，变得务实了一些。其中的主要条款仅仅是授权美国国防部长为台湾军队建立全面性的培训计划。我们知道，自从40多年前美军撤离台湾以来，美国五角大楼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培训台军的计划，只不过这些都是只做不说、秘密进行的。那么现在这一条款的出台，这等于是将过去秘密的培训工作完全公开化了，而且由过去的局部培训提升到了全面性的培训。当然，这一条款最终能否执行，决定权还是在美国总统拜登手上。好的，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近期，菲律宾船只不顾中方一再劝阻警告，执意冲闯中国黄岩岛和仁爱礁附近海域，严重侵犯中方主权。非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等甚至登上仁爱礁非法坐滩军舰，上演炒作戏码。南海局势持续紧张之际，菲总统马克思15号前往日本，将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南海问题、加强防务合作将成焦点。而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也即将在东京上演，海上安全合作已被纳入提前曝光的声明草案。中国外交部提醒，任何合作都不应当针对第三方。菲律宾总统马克思15号启程前往东京，出席17号举行的纪念日本与东盟建立友好合作关系50周年特别首脑会议。而马克思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双边会谈将于16号先期上演。菲律宾外交部助理部长埃斯皮里图此前介绍，鉴于日本是菲律宾最具活力的伙伴之一，马克思的访问非常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埃斯皮里图还提前预告，东盟日本特别首脑会议预计将讨论若干问题，包括南海争端。马克思此次访日正值南海局势持续紧张之际，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船只不顾中方一再劝阻警告，执意冲闯中国黄岩岛和仁爱礁附近海域，并以危险方式冲撞现场中国船只，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危害中方船只和人员安全。日本外务省却在13号发布的新闻稿中，在南海问题上散布指责中国偏袒菲律宾的错误言论。对于日方为菲方侵犯中国主权撑腰打气，在涉海问题上搬弄是非的做法，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还告诫，日本不是南海问题当事国，应停止怂恿对立对抗，不要给南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今年以来，这个日菲关系发展的这种特别的快，然后军事合作走得特别实，所以让日菲的会晤还是引起了各方的一个关注。日菲现在当前，我觉得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在整个美国同盟体系下，加强日菲的这个海上安全能力的一个构建。现在实际上菲律宾今年以来在仁爱礁和黄岩礁上这个频频的这个挑衅事端，实际上和背后这个同盟体系对它的支持有非常大的关联性。深圳卫视注意到，今年以来，日菲领导人频繁互动，并在南海问题、防务合作上持续勾连。2月首访日本的马克思就对岸田表示，要和日本强化防务领域的合作。岸田政府还砸下6000亿日元的对菲援助大单。11月初，岸田访问菲律宾出发的前一天，日本防卫省就提前宣布，将根据今年新创立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向菲律宾提供海岸监视雷达等装备，以提升菲军海域态势感知能力。此次向菲律宾提供防卫装备，是日本在 OSA 框架下的首次对外援助。
此外，日菲双方还启动互惠准入协定谈判。分析指，一旦协议签署生效，日本自卫队和菲军将会更加方便地进行共同训练。日本还可能在菲律宾轮流派驻陆海空自卫队，利用与非军事合作借船出海，实现其国家与国防正常化的野心。而日本与非缔结 RAA， 强化与非防务合作，也显然意在构建基于日美同盟的日美非防务合作，为搅局南海打开方便之门。根本上，实际上，日本是为了实现它这种武装化自身或者军事化自身，找到一些所谓的合理的这种借口而已。今年是日本与东盟建立友好合作关系50周年，17号的特别首脑会议也被日方视为今年最重要外交活动之一。日媒透露，会议将通过的共同愿景声明中，和平与稳定是日本设立的3大支柱之一。深圳卫视注意到，早在今年3月，日本时任防卫副大臣井野俊郎出席在东京举行的日本东盟防务部门人事会议上就透露，防卫省加入了东盟防务热线机制，成为首个加入其中的域外国家。观察指，相比日本过去对东盟偏重经济外交，如今它在政治、军事等领域全方位加强对东盟外交的力度，显示出针对中国的意图。日本广播协会网站12号援引提前获得的日本与东盟共同愿景声明草案报道称，双方将写入加强包括海上安保合作在内的安保合作。有分析认为，在安全层面，日本会继续通过 OSA、RAA 来提升与东盟国家的军事联系。当前正是中非海上争议受到外界关注之际，岸田政府在会上免不了炒作南海议题，渲染地区威胁，拉拢东盟国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5号表示，中方一贯认为，任何合作都应当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有利于促进共同发展。我们希望有关国家能够真正做一些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同时任何合作呢都不应当针对第三方。菲律宾有恃无恐，屡屡在南海问题上挑衅中国，近来愈演愈烈，背后离不开美日等域外国家的鼓动挑唆。根据菲律宾方面发布的消息，非武装部队参谋长布劳纳、海军中将卡洛斯等人10号登上仁爱礁非法坐滩军舰，并在这艘破船的甲板上进行聚餐。但在菲方挑衅炒作的同时，美方竟呼吁中国停止有关拦阻行动。对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小刚15号回应指出，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方蓄意挑衅、蓄谋炒作，严重违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个别域外国家怂恿挑唆、煽风拱火，居心不良。我们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侵权挑衅，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恶化。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律宾持续在南海挑衅，也引起非国内舆论反思。在非国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马尼拉时报》13号以“军方和海岸警卫队把菲律宾变成世界的笑柄”为题发表评论文章称，非军队领导人拒绝研究有关非中在南海存在争端的事实，无知地坚持认为菲律宾绝对正确，而中国绝对错误。这种看法罔顾事实。面对这一复杂问题，只有声索国开展长期谈判才能解决争端。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首富 SM 投资集团副主席施蒂斯13号在公司活动间隙对媒体表示，中国与我们非常近，我们不能太敌对，我们必须通过更和平的谈判来解决问题。彭博社指出，这是有影响力的菲律宾大亨首次发表此类言论。他的话表明，非总统马克思的对华态度已经开始引起商界不安。